屏幕前的观众老友们，你们好啊！今年的4月份，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名为一色的策略回合制卡牌游戏试玩。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时的一色只是2测，不过呢，已经接近了可以公测的水准。不管是回合制的玩法完善程度，还是美术风格，还是福利方面，都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特别是在美术风格方面，当时我就觉得每个角色的设计都很惊艳，且不仅仅是 SSR 角色 ，SR、R 稀有度的角色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技能动画，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官方给这一款游戏做的特别用心。而作为一个玩阴阳师玩了8年的资深回合制爱好者，当时我就称呼2测的一色为次时代回合制游戏。前几天我又参加了一色的3测试玩，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游戏策划在本身2测完成度就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依然愿意选择倾听玩家的建议，相当的难得。3测给我们玩家带来了更多的优化，体验比2测还要更好。今天我就再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展示一下。当然，可能有些小伙伴还并没有看过我之前的2测视频，所以我还是带大家先过一下这款游戏的大致玩法和游戏特色。其中详情指的就是角色的基础属性，包含攻击、防御、生命、爆伤、效果命中抵抗、速度等等词条都在这个界面得到了展示。接下来我们来看元气界面。元气说白了就是御魂或者说是仪器，每个角色可以带6个元气，是角色的强度主要来源。而一色的元气系统呢，采用的是3+3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元气分为3个固定位和3个通用位。固定位很好理解了，1号固定位的主属性一定是小攻击，2号固定位的主属性一定是小生命，3号固定位的主属性一定是小防御。那么右边这3个通用位是什么意思呢？这3个通用位就是一色对比阴阳师还有星铁不一样的地方了。比方说这一个元气，它既可以装载在所谓的4号位，也可以装载在这一个所谓的5号位，而也可以装载在这一个所谓的6号位。也就是说，右边的这3个位置是完全通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4号位，而这个大4号位呢，可以装载3个元气，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元气刷取的过程也是非常的保肝护肝，我们只要保证第一次通关元气副本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连续战斗的挂机了，而且只要我们获得了3星级的胜利，我们一次性可以连续战斗10次。而一色的挂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挂机，什么意思呢？我们甚至连战斗界面都不用看，我们直接退出，它会在后台自动挂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其他操作了。在挂机的过程中呢，右上角会有一个挂机进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安逸的做其他事，比方说我们可以去换一个衣服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一格者，给自己的一格者拉强度啊什么的。总而言之，在保肝护肝方面做得非常的不错。说完了详情和元气界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潜能界面。潜能界面分为2个，外圈的3个呢，代表的是技能、天赋、等级，而内圈的这一个呢，代表的就是类似于命之作的东西。这个时候可能屏幕前的你就会问了，官方在宣发的时候明确的说了，一色会是一款偏向 PVP 赛道的游戏，而一款着重于 PVP 的游戏居然添加了类似于命之作的系统，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了？大家先别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3测对比2测的一个最关键的优化内容。3测大大弱化了所有元智觉醒，也就是命作的效果。3测里所有的元智觉醒只能对攻击力、防御力、命中、抵抗还有双爆进行一些小提升了。至关重要的决定出手顺序的速度属性不会出现在任何角色的元智觉醒里面。也就是说，3测之后，这个所谓的命作只是锦上添花，不会对 PVP 产生太大的影响。
由于命座对于 PVP 的影响算是比较小的，所以一色这个游戏算是做到了同一个角色没有必要抽太多重复的，可以说听劝的官方属实是挺加分的呀。而你如果一定要把角色的命座往上怼呢，也不是不可以。一色呢也给我们提供了类似于阴阳师里黑蛋的角色命座兑换方式，可以说是减干又减氪了。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智窍界面。智窍界面也是角色的一个非常大的强度来源。智窍不仅可以给角色提供基础属性的提升，而且等级越高的智窍，我们越能获得更多的被动效果。比方说这个40级的智窍，我们可以获得生平加上迅影加上动彻3个效果。并且如果我们不满意当前智窍给我们带来的被动效果，我们也是可以对它进行重构的。重构一次消耗一些材料，这里我们可以把超频重构成永流效果，但是呢我不满意可以选择放弃，我们再继续重构。还是不满意我们就继续放弃，一直重构到自己满意为止。比方说这里出了一个金色的永流，我们就直接点复写就可以了。且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智窍本身还是复写智窍的这些材料呢，都是不需要氪的，我们只需要通过肝就可以了，并且肝这些副本也是可以后台连续挂机的。合适的智窍可以给合适的一格者带来非常不错的化学反应。比方说我们初始就会送的 SSR 链，它的3技能的伤害挺高的，但是3技能需要4个回合的冷却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带上万魔法典这一个智窍，可以直接无视掉下一次的冷却时间。我们来实践出真知，本来我们的3技能使用后它是有4个回合的冷却的，但是在万魔法典的加持下，我们能直接再使用3技能打一波爆发呢，是非常的舒服的。除了万魔法典以外，还有很多好用的智窍，比方说超新星，给奶妈带的增加治疗量的同时增加额外恢复的次数。金狮子，只要角色普攻，那么就可以叠爆伤和命中，给普攻角色带的，比方说可以给狐狸带，以及还有非常多好用的智窍，五花八门的啊，这个呢就等公测后大家慢慢的研究它们的用处啦。这一次3测不仅在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各种方面进行了减氪和减干，而福利力度也是丝毫不减，甚至还有提升。不仅保留了2测的第1发必出 SSR 链，还有关卡中的宝箱随时随地都能开出抽卡道具这样的好福利，而且还设置了签到7日送3测新增 SSR 绫罗的活动，各种签到活动、成就活动送的抽卡道具更是数不胜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第1天才玩到了13级，就已经靠送的这些抽卡资源抽了将近80多抽了，而且已经白嫖到3个 SSR 了，可以说是福利好到做一个抽卡模拟器都不为过。而且玩家还可以在类似公会的超练协会里进行角色的碎片祈愿，祈愿到50个碎片就能直接召唤该 SSR 角色。结合这一个游戏只要抽到1个角色，不用抽重复角色就能毕业的特性，可以说是非常利好平民啦。除了福利优化以外，在美术方面官方也没有落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练这一个角色，他毕竟是我2测时候的主 C 嘛。练的立绘和建模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特别是头发做了轻飘飘的效果尤为明显。除此之外，官方还慢慢的给一些角色加入了染色皮的效果，并且这一些染色皮都不用氪金，都只是活动奖励。那夏达的这个染色皮也只是一个活动奖励。主角也获得了自己的专属衣柜，可以给主角进行换装。主角的这些装扮可以通过游戏内的金钻等通用货币在商城购买。好的，说完了那么多的优化，是不是已经对3测的1色心动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1色的重头戏 PVP 环节。之前就说了，1色它是一个以 PVP 为主打模式的竞技游戏，所以这一次对比2测，竞技之域也有所更新。
除了普通的竞技场以外，这一次还加入了可以实时战斗的巅峰竞技场，以及后续将会开放的无畏竞技场，也是很值得期待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打几场，让大家感受一下策略回合制卡牌游戏的 PVP 魅力。一色这一款游戏目前在 PVP 机制方面做的已经相当成熟，其中最简单的打法就是用弥瑟亚或者用科洛罗这一种强力输出，直接把对面给带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呢太普通了，观赏性呢就有点欠缺。我给大家整理了2个特殊的阵容，大家感受一下。首先，我们选择莉莉丝作为主 C。而莉莉丝呢，它其实并不是输出类的角色，而它是一个控制加推调类的角色。它的3技能可以给全体敌人上一个叫做淑女的恶作剧的 debuff， 这个淑女的恶作剧的 debuff 只要一引爆，那么就可以对目标进行100%的推调，而它的2技能又可以直接手动引爆敌人身上的淑女的恶作剧，并且它的3技能在使用了之后能立刻再行动一次，也就是说先使用3技能再使用2技能，就可以对敌方关键单位立刻进行100%的推调。但是光有莉莉丝还不够，毕竟莉莉丝只是一个单体推调。这个时候我们再上一个链的3技能可以进行群体推调啊，然后上一个链对莉莉丝进行一个辅助。但是如果我们队伍里面只有推调角色的话，那敌人早晚会行动，是不是？我要做出一个永动机的阵容，要怎么做呢？再上一个比安汀，比安汀的2技能可以立刻让队友行动一次，并且减少2回合的技能冷却时间，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莉莉丝的丝滑度。最后再上一个神卡多奇，多奇的3技能可以拉条，2技能可以减少队友的技能冷却，可以说是和比安汀一样的用法。经常喜欢看我阴阳师直播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在阴阳师里经常都喜欢玩原石阵容，而这一个阵容和原石阵容一样，是一个推拉永动机。给大家上一场实战看一看啊！来，莉莉丝先上3技能，把淑女的恶作剧上去，然后莉莉丝立刻行动，直接2技能 ，OK， 推调一个敌人下去。你先别急啊，我链还可以继续推调。比安汀上来，直接把莉莉丝拉上来，减少冷却，然后呢，让他的3技能直接可以使用。3技能使用之后，2技能的冷却也好了，再立刻行动，又把对面一个关键敌人推下去。接下来我多奇进行拉条，把链给拉上来。然后我们的链在智鞘万魔法典的加持下，3技能能直接使用，完全没有冷却。接下来比安汀带的也是万魔法典，所以比安汀也能直接使用2技能，再把莉莉丝拉上来，莉莉丝又可以使用3技能加2技能了。这里的话，我们直接使用2技能吧，3技能就不用浪费啦。链的话，2技能打一下吧，因为我的阵容是一个推拉队，所以伤害不太高，主打就是让对面动都动不了啊。现在对面还没有被我们带走呢，然后莉莉丝最后再3技能接2技能把对面带走，这就是永动机推拉队的一个实战表现啦。刚刚那个永动机队是不是很快乐？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玩法，可以发现孽女善雅的3技能呢，它可以立刻结算目标的所有持续伤害。这个3技能如果只是算直接伤害的话，直接伤害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有点刮痧。但是如果我们配合其他持续伤害角色一起上，比方说方格斯的3技能可以给敌人上持续伤害，奥波尔的3技能也可以给敌人上持续伤害，打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的，我奥波尔这一边先上持续伤害，你们的终点，方格斯上持续伤害都比较刮痧，好，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引爆，也好，死掉就不会再看见没有，直接秒掉了。我比安汀再拉一个条，
直接全队带走。这就是什么？这就类似于星穹铁道的卡黑 DOT 队，也玩起来是非常爽的。总之，目前一色重启日这一个游戏呢，各种类型的角色非常之多 ，PVP 的各种阵容搭配呢也已经非常完善了。不仅有刚刚我展示的那2个，还有纯粹暴力的输出队，以及像这样上蝰蛇的一个反击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每个人物也都是很好看，性感的性感，可爱的可爱，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入坑来试玩一下的。一色这款游戏也确实证明了二次元游戏也完全可以做出和做好 PVP， 给玩家更丰富的选择和玩法体验。非氪玩家也可以通过各种策略战胜氪金玩家。目前感觉一色这一款游戏对商业化确实挺克制的，我个人是挺期待入坑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到这儿，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